拜登政府上台已有50余天，各项政策脉络逐步清晰。尽管去特朗普化色彩浓厚，但遏制中国发展的基调没有本质变化，只是力度和广度有所不同。上周，一项明确禁止向华为 5G 设备制造出口半导体、天线和电池等零部件的禁令在美生效。近期，拜登政府也加紧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和外交布局，除增加对太平洋威慑计划拨款，在西太平洋第1和第2岛链增设导弹包围圈外，美还进一步拉拢日、韩、印、澳等国，试图打造共同战线和4国机制。不仅如此，美国还在不断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华尔街日报》周一的一篇报道，以美国在离家很远的地方部署海岸警卫队对抗中国为题，将中国在美国西太平洋地区的一系列海上行动渲染为所谓的中国威胁，并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该地区加强警力，作为所谓的回应。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该部队将2艘最先进的巡逻舰部署在关岛，这里距离上海比距离旧金山要近约4000英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另一艘巡逻舰也将被派往关岛。此外，美国海岸警卫队首次向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派驻了1名武官，另1名武官也将于明年前往新加坡。与此同时，拜登政府还隔空对华喊话，声称改善中美关系的前提条件就是恢复与澳洲关系正常化。白宫国安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当地时间周一接受悉尼先驱晨报访问时表示，每次美国和中国官员开会时都会提到中国对澳洲的所谓经济胁迫，本周稍晚在安克雷奇的双边互动中也会强调这一点。外交部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赵立坚表示，中澳关系出现当前困难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澳方在一系列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问题上破坏两国互信和合作基础，也强调中美需要相互尊重，增进了解。中方已经多次介绍过对中澳关系的看法。中澳关系出现当前困难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澳大利亚在一系列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问题上采取错误言行，破坏了两国互信和合作的基础。这其中的是非曲直，澳方是十分清楚的。对华维持这样的一个强硬的立场，已经成为华盛顿应该说国共两党的这样的一个共识。中美的话，接下来在这个对话的基础上，肯定还是涉及到一系列需要进行协商和谈判的一些问题。那么，拜登政府也是希望维持对华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高压的态势，能够在自己在接下来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过程当中，为己方寻求更大的一个杠杆。事实上，拜登上任之际正值美中关系的历史新低。过去几年，中美关系遭遇了两国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和挑战。美方一些人试图把中国渲染成敌人，阻碍与中国的联系，遏制中国发展。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谈到中美关系时也强调，双方可以合作，需要合作的清单就放在我们面前，包括抗击疫情、经济复苏、气候变化等。中方愿本着开放的态度与美方探讨和深化合作，也希望美方能够相向而行，尽快解除迄今对中美合作设置的各种不合理限制，更不要再人为制造出新的障碍。即便是在一种中美的战略竞争的大的背景之下，但是还是我相信本届政府还是希望能够比较好的管理双方的这样的一种战略竞争。本届政府是把外交那置于整个外交政策的中心，因此在这届政府执政之下的一个中美关系，应该来说可以比较少的见到像上一届政府那样比较多的那种意外，然后非理性。与此同时，美国民间也出现越来越多理性的声音，呼吁美国政府放弃对华的针锋相对。著名政治学者、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艾利森和经济学家胡祖六最近就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文，提醒新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切勿感情用事，不要将意识形态目标置于真实的国家利益需求之上。文章专门驳斥了对华接触失败论，认为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经验，抹杀了中美合作对于美方的战略价值。
而一段美国知名经济学教授理查德·沃尔夫狠批中国威胁论的视频，近期也在网上热传，获得上万网友点赞。视频中，沃尔夫教授条理清晰地举例分析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并指出中国政府的决策能力使得这个国家在遭遇全球危机时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而非被动依赖国际社会。他还表示，中美两国间的差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将中国视为异类完全没有必要。China is clearly an ascending, rising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wer in the world. No one should be confused on that subject. In stark contrast, the United States is a descending power. That is, the footpri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smaller in the world economy with each passing year. 沃尔夫教授还特别提醒美国政客，中国强有力的政府其实是其他国家需要学习的。与其说中国是竞争对手，不如说它是全世界的学习对象。沃尔夫教授认为，崛起的国家和衰落的国家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甚至爆发冲突，但中美的未来理应是携手共赢。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n end up going to war against each other, and the alternative is to understand that we could learn from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The Chinese have both, and so do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 exchange of products, an exchange of technologies could make both societies continue the prosperous coexistence. 中美关系未来的特点就是合作面在上升，摩擦面也在上升。合作面上升是由于中国国力的增强，这个美国和中国必须合作才能应对很多难题。那么摩擦面上升是由于中国国力上升，美国担心中国超越它，它会采取各种手段来这个限制中国的发展，因此两国的摩擦面也会上升。我想对于中美关系来讲，未来就是如何扩大两国的这个合作面，缩小摩擦面，这样的话，两国关系就能够向着正确的方向，在正确的轨道上向前运进。这样的话，对中美两国有利，对地区、对世界的和平也是有利的。好，新闻话题马上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中美将举行2+2高层战略对话，而美方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动作频频，那您对此有什么观察？中美双方将于3月18日举行2+2的高级别会晤。消息传出之后呢，引起了全球媒体广泛的关注和评论。在过去近1个星期的时间里面，这一新闻的热度不减，而且在持续升温。这足以说明中美双边关系对于全球政治的重大意义。首先，中美元首通话以及即将在安克雷奇举行的高级别对话，是中美关系止跌止损的开始。拜登上台之后，中美关系没有持续下滑，是否能够触底反弹呢？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此次会晤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美关系的气氛，为中美之间外交接触和沟通奠定比较好的基础。可以说呢，这是扭转中美双边关系、修复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关系破坏、找回中美关系的开始。第二，就是中美双方对于这次会晤的期待或者定调是有所差别的，尤其是美方依然受制于特朗普对华外交的负资产，对华强硬呢，成为美国两党朝野的基本共识。在这种气氛之下，美方对于这次会晤比较低调，甚至可以说表现出对华强势的姿态。这次会晤应该说是中美关系破冰的尝试，选择在高寒地区会晤，多少也意味着双方打破坚冰的含义。第三呢，就是这次会晤也是中美双方相互摸底、探底和交底的机会，或者说这是一场务虚会。毕竟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年中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和破坏。此前中方提出中美关系需要对话、合作和管控的清单，美方呢也在多个场合提出要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议题上与中方展开合作。通过这次高级别会晤，或许可以勾勒出双方合作的基本框架。
第四，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开启中美高级别外交与战略对话。我想，这表明中美关系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的地位。同时呢，这次会晤也需要确认中美关系的性质。中美关系的性质决定了双边关系发展的前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呢，中美关系是共处于单一国际体系内的大国关系。中国没有意愿取代美国的地位，但是呢，美国需要承认和接受中国在国际体系内的地位的提升。美国外交与安全高官最近也是高频率访问印太国家，那对此您又有什么观察呢？对于这一周美国外交活动进行分析的话，我们会看到中美高层战略与外交对话其实是重头戏。美国印太战略围绕着中美关系而展开。首先呢，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印太地区是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的主要的舞台。这一地区的外交关系变化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反过来呢也是一样。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提醒说，要防止中国威胁论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印太国家呢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进行选边站。第二就是印太战略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基点，或者说是根据地。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印太战略，就会发现它从一个随机拼凑起来的东西呢，变成了战略行动，并且在未来可能会改变战略格局这么一个合作机制。在美日澳印四方首脑发表的声明中提到了2004年印尼海啸使得海底大陆架移动了2米这样一个事实。由这场海啸促成了美日澳印之间随机性的合作，而现在呢，美日澳印四方合作的动力就是印太地区发生的地缘政治板块的移动。虽然四方没有明确提到中国，但是这一合作的推动力就是不断的鼓吹中国威胁，而且不断添加军事合作的内容。美日澳印的首字母拼写为 QUAD。有意思的是呢，这个随机拼凑起来的单词有四合院的意思。我认为美国的印太战略的核心就是要构建一个四合院，而美国呢就是这个四合院里面的老大。无论是布林肯还是奥斯汀首次出访就在这四合院里面串门。未来非常可能的是将涉及到中国的议题也放到这一个四合院的框架之中。第三，无论美日澳印还是美日美韩2+2的会晤，都带有非常强烈的地缘政治安全色彩。也有人担心说，这一地区将出现一个印太版的小北约，由此会形成中美冷战的态势。我认为美国是有这样的意向，但是呢，印太地区不同于当年美苏冷战时期的欧洲。当我们关注到美国的地缘安全的动作的时候，也不要忽略中国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体系的努力，以及中美之间即便是在贸易战背景之下，依然保持着将近6000亿美元的贸易量。因此，印太地区虽然存在着地缘政治上的竞争，甚至是对抗，但是印太地区也是一个越来越紧密的市场体系。美国印太外交的目标还是要与中国竞争与合作。通往中美阿拉斯加会晤的途中，美国呢捎带上了日本和韩国，只是为了增强拜登政府所强调的实力地位。但是无论日本还是韩国，谁也不情愿充当美国的棋子，尤其是日本，在最近10年之间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狐假虎威的游戏，一直调动美国这只大老虎来为自己壮胆。好，谢谢孙兴杰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